哎，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冒险啦？走啊，谁怕谁？那好啊，出发以后就没得反悔喽。在印度洋上有一座被海浪包围的岛屿，这里有千年的佛教文化、美丽的高山茶园，以及我们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未知大地。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这里，那么只有一个方法能知道。一起走吧 ，Christine。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是第几位登机的？我们倒数2位登机。来，倒数1号在这里，倒数2号在这里。刚刚那个地勤啊，直接快！我们刚刚还买菜的。对，我们不能饿到啊！你看大家都在等啊。我刚以为就是冲进来就是整条空的，这个是不是也对啊，还好啊，都算还好。没有看到那个门要关起来。还经过一个早上的奔波。是我奔波，差一点见不到你。你看，刚刚 counter 关闭前1个小时，他打给我，我一听就知道在传。他说 counter 什么时候关掉？counter 什么时候关掉？可以帮我看一下 counter 什么时候关吗？我刚不是快哭出来了。他在先急着跟我讲故事哦，说你先不要跟我讲，你先忙你的。然后全身是汗的出现。这不是我要的相遇的画面。那我们有好东西啊！看我们手上全部都是好东西啊！有买这个，这是超宝贵的芒果糯米饭，这个要204块钱。你们看后面那个飞机都在排站的，可爱的。那我们这样可以加钱买快速通关吗？不行。我们在这边也是这样子慢慢的散步很久了。我点 fish。这个，smash potato， 然后看起来比较好吃哎。对啊。哎呦，干！我的这个点错了。我刚刚点了一杯白兰地。不要手部下半杯，敢不敢？好，下半杯到石头布，脚手布，手布，来下半杯。好啦，我有绅士风范了，我先帮你下一口，好不好？哇，看这个这么浓。好，下一口就好。等一下我们把自己搞爆，一口就好。哦，喝可乐。害怕了吗？这不是飞机应该要有的声音哦。在打打闹闹中，印度洋的蓝已经从窗户透了过来。这次我们会经过斯里兰卡将近10个城镇，把最精华的部分依次收集。我们抵达斯里兰卡，这的人全部都是印度人哎，有到一个陌生国度的感觉吗？这里都没看到什么亚洲人哎，对，没什么亚洲脸孔。我们在这边是稀有物种。我们刚填入境表，我之前我是白皮肤，我本来想写 yellow 的，但我觉得写自己 yellow 好歧视哦。我们现在订到一个车子啊，它名字叫什么 Blue Bajaj。哇，老哥赶快来载我们。这边的那个麻雀是都变成乌鸦的样子哎，这边没有麻雀，只有乌鸦而已啊，超多的，在那树上。怎么样？第一次搭斯里兰卡出租车感觉如何？这个就跟泰国人长得不一样吧？不一样，但我觉得更安全一点的。对，这个是整个包起来的。对，这相对比较安全。泰国的那个灯光比较紫色和红色，比较电音一点。对，比较电音一点。好，我们嘟嘟车没油了，咋办？那个老哥说要去加油，我没看过嘟嘟车加油，开一下。然后加油的时候跟我说，我用信用卡。他说能不能换成现金？哦，他跟你。没错，他说要换成现金的话，有些就会绑你一票这样子。他刚跟我说，因为明天是他儿子的生日，他想请了我。他想要你送他儿子生日礼物啦。但 sorry， 没办法。在斯里兰卡大家都吃什么呢？没关系，我们先从酒精开始。是来眼啤酒，什么味道？爸吗？爸，比较淡呐。来尝一下。哦，很辣。很辣。很辣哟。那我也要。对，辣。对。对，我觉得有点辣。我觉得它的香味有点被那个辣给盖过去了，好像全部都是辣的感觉。本来还是要配饭。对，一定要配饭。这个直接吃好像不太行，太咸了。哎，配饭以后有比较好吗？好很多。然后它的米是长米，然后我觉得是有点弹性的那种。哦 ，egg roti。它这个饼有点像他们的早餐，叫什么 hopper，egg hopper，就感觉是要配咖喱。一口。
知道。是主食，早餐的那种主食。然后还有我们点的 Chicken Kutu， 这个东西超好吃。它就是台湾的炒饼，比较宽一点，但它就是切碎，它切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们点的是鸡肉的，当然除了鸡肉以外，它是把那个饼皮给切碎以后在里面拌炒，这里面其实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饼皮的那个味道，然后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香料，我觉得有点像饼皮版的炒面或炒饭。我跟你讲，当他做的时候，超像台湾的那个舞龙舞狮，他拿那个铲子锵，而且是有节奏的哦。我想那个师傅很嗨，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人绝对会吃的口味，非常好吃。现在他很好奇啊，看他怎么做奶茶的。我们刚刚在一个很 local 的早餐店，这条街上目前最多的一个店。然后知道我们刚刚讲那个奶茶外带，然后它怎么样吗？现在长这样，烫的，然后全部得用手拿。土豆长这样子的，我以为土豆至少会封起来。它没有封膜，它也不会给你盖住。对啊。买了4样东西，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它也没菜单，所以我们现在要一个一个来试吃。看这个，我不知道什么。这个什么陨石。它真的是全部都是甜的，它口感有点沙沙的，它口感像那个椰奶的那种奶酥，会有点渣渣的。然后下一个，我要挑这个大的，路人说有点像 egg roll 嘛，里面有点马铃薯的感觉，小小的辣，就蛮好吃的。我要这个，他说这个是蔬菜，散蔬菜，烤，就觉得它是类似豆腐的东西，但是你形容不出来是什么没有，它东西。是鸡肉。鸡肉，请定看那个鸡丝，然后鸡肉。好，最后一个，但是感觉好像什么炸的玉米片之类的。有没有 crunchy 嘛，脆脆的。非常的油。但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吃，它好像整块就是炸的东西。干掉的薯饼。对啊，这个不好吃。奶茶，他说 milk tea， 很好喝。看我们会不会拉？我是不会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拉。我们敬请期待。他们这个早餐是全部都是炸的，看这边跟越南就不一样，越南都没有胖子，这边有。他们喝奶茶，又吃这种高热量的。我们昨天晚上落脚在 Negombo Beach， 这是距离机场最近的一个城市。现在要前往狮子岩，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它在 Sigiriya。现在我们大概要坐3个小时的车子，一路慢慢晃过去。这边都要跟司机确认清楚，因为我们其实刚刚发现我们被无预警换了司机。早上来的时候，那个司机啊，在旁边说 ：“Sorry，今天是我朋友开车。”他说：“为什么是朋友开车？”但我现场就有点不开心，就是你换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有点不安全。就问他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换车？他说他儿子发烧了。哦，对，儿子发烧了。哦，对，昨天他全部都用儿子这一招。他搞情歌这一派。我跟你说，这个司机还算贴心啊。你看现在戴耳机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怕那个导航啊，声音影响到我们拍影片。你知道刚这个车子啊，突然传来一股味道，我觉得是那个拉萨奶茶的味道。不知道他们车子里面放那个芳香片也是香料的吗？那味道是好闻的，先说是好闻的，不是难闻的味道。不知道他们的芳香精是有拉萨奶茶的口味吗 ？So this is the area of the flood before. You can see that everywhere is some have like a mud or something change color. So right now the flood is gone. Yes, now it's all everything is fine. Oh, there's another question. Do you know if the rail, the train, still working in the mountain? No, not yet. They are continuous is working, so we have to wait maybe week or something. 听到没有？完了，我们的高山小火车可能有点问题啊。那个高山小火车，不然我们还是去问问看。对，不可能，我一定会去问，这种机会是不会放弃的。好，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任务了，我们要去搞清楚那个火车到底有没有行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司机就说他要请我们喝椰子汁 Pink coconut， Pink coconut， 他们这里才有的。How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the green one? The taste is different. Green one to be simple. For the all we can drink, we can get the milk and powder. We can get everything. This only for the drink, and we can get the oil after the dry. 好喝哎！我觉得它的椰子味好像没有那么重，就是清甜淡淡的清甜。有些椰子会有那种香水的味道，这个好像没有。这个金色的椰子啊，跟一般椰子是不太一样的。绿色椰子做出来可以做很多种产品，比如说什么粉末啦、椰子油啦，
或是各种食物都是可以食用的。但这个只能拿来喝，它也可以做成油，但是那些油不能拿来吃，味道比较强烈，它只能拿来做成护肤啊或者护发的一些产品。刚刚把椰子剖半了，用那个椰子的壳做成汤匙。它质地很像果冻。没有很喜欢，没有很喜欢。刚刚 Christine 吃的那个大概是不到1周的，还没有很成熟。这就很像果冻的。对，要挖出来，你看这个 QQ 弹弹，这个大概是1周就会变成这样，它越来越干。我觉得不错，但你好像不喜欢。不喜欢，它胃里面有个苦感。我们刚得知一件事情啊，早上儿子今天发烧的那个，对，那个司机，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司机，他们根本不是朋友。这什么情况呢？这个车本来前一个司机说是他的，我跟你讲，那个人完全是大骗子。他骗我说这台就是他的车。对，这个不是他的车。我们的原本的司机哦，打开了轿车 app， 从这边定位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把这个司机叫来了。然后这个司机想说这是骗人的，因为不会有当地人走这个行程。本来的司机就跟他讲价说 ，OK， 明天我会有一组客人给你载，然后钱我给你付。我要跟这老大，这老大会做生意啊。幸好我们这个司机我觉得他非常友善啊，真的很诚实，他愿意跟我们这样讲。我不会再找第一个了。那个我觉得满口谎言，希望他儿子现在还好哦。为什么路上有大象啊？他就这样在这边走我现在在比杜兰格拉狮子岩北方的一座小山，而且我们现在在前半段都是这种楼梯，等一下好像还有手脚并用的部分。想亲眼一窥狮子岩可没这么容易呢，你得在树林以及巨石中践行。有趣的是，在这路途上一点都不无聊，除了享受自然以外，你还可以看到古代寺院的遗迹。传说这里曾经和狮子岩连在一起呢，你可以看见许多洞穴、石墙以及砖砌结构。你看这个好奇宝宝，仔细寻找的话，你甚至还会发现古代的铭文。可以召唤食神吗？对，他正在尝试召唤食神。原本以为这边不用排队，卡住了，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超多人。到了山顶，这里就是一片开阔啦。你知道吗？它背后有一段悲惨的故事。传说有位王子为了抢王位，把他父亲给杀了。为了怕弟弟复仇，于是找了块巨大的石头，修建成一座难以攻打的宫殿。入口还有一对巨大的狮爪，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狮子山。故事的最后，弟弟成功复仇，哥哥在战败后自尽，留下了这座美丽的宫殿，让后人们记得这一段故事。而这里也成为斯里兰卡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康提曾是斯里兰卡最后一个王国的首都，而直到今天，它依然守护着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有一个老哥很热心的介绍我们，现在带着我们走。OK， 你跟他跑来跑去啊，我们会被骗钱吗？我也觉得，感觉他帮我们介绍完之后，他就要收钱，这种逛那种卡图卡的感觉。啊，这个市场。This is the place. OK，Thank you. Thank you. You look, 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See you again. See you. 所以我们不知道刚刚那老哥是怎么样，他就是很热情的带我们，告诉我们，比如说香料要去哪里，告诉我们这边是只有 local 人才会来的市场。不知道怎么挑了吗 Yeah, sorry.？What does he mean with the different color? Does it have a meaning? No meaning. No meaning, just color. OK. 看到的白色是什么样子想要其实有点 bling bling 的感觉。？bling bling 的感觉。看来这里是没有不灵冰的东西可以满足他了。我们再找下一家。现在我们在 Kandy 的市区到处乱走，完全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我想找个吃的，感觉都走不太到。但这里现在很多公车，是不是 bus station 啊？感觉那一排会有。好，去看看。那我们走到小巷弄了，每一家的商人都在看着我们，这边的每个小贩都会对着你微笑，希望你进去消费。看，随时随地拿着衣服准备向你推销。比给你看，适合你。那我要食物，我现在要食物。你看，这是他们的花车哎，妈妈们全部在挑衣服。我们一到主干道上面，就全部都是人。走着走着，某一家店吸引了他的注意。好像选到好几件喜欢的颜色了。Some, but they. Yeah, some. OK。
太紧张。这跟小笼包一样，要14折。Good。啊，他冷的时候可以这样穿。对。$100 I drop it my son. 最后杀价从原本杀哪里1.7来到110，你身上有钱吗？有。我以为杀价很帅啊，结果没钱，拉碴。我们现在在一个很 local 的自助餐店吃，你知道这个是谁帮我们选的吗？哦，刚刚的老爹帮我们选的，这是我们刚刚买衣服的老爹。他除了帮我们选衣服以外，帮我们点餐，现在还坐下来陪我们吃饭。完全陪到底的那一种。来尝一下，刚刚尝了这些各种不同的咖喱还有配菜，有什么什么味道？好吃吗？那不错，它饭一样是冷的，但是它这些都是热的，就是配着咖喱一起吃，我觉得是好吃的。用一般的马铃薯，然后配着吃，好吃。我觉得那个绿色的蛮好吃的，绿色感觉是补充之类的。然后这是不是什么扁豆？应该是豆腐之类的吧？对。这一盘360块人民币，台币36块，整大盘36块，还加2颗蛋。加2颗蛋。很扯，没有加蛋的话，好像是他刚好说200多块，也就是20几块，20几块。你有看到那个白饭山吗？我们刚刚又赚到一个很有用的资讯。他刚教我们一个更当地的打招呼方式。本来我们都说 "studi" 就是一般的谢谢，可以把双手合十跟人说 "Are you born"， 就是愿你长寿。我也要用这个是更当地的、更骚的讲法。Are you born？ 我们即将来到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地方——佛牙寺。你看进个这个寺庙是要全部脱鞋的。刚我们不是买那个纱领嘛，想说到寺庙这边以后要穿嘛，要拍照，因为我们不会穿那个东西，想说来寺庙应该会有人帮忙。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看起来像寺庙的人，我一直都以为他是官方人，就不是，他只是来这边拜佛的人。他说他把他家人找来，女生，他要帮我穿，就为了帮他穿衣服，搞事仔。Are you born？ 对 ，Are you born？ Are you born? Yes. Yes，Are you born？ 哎。就这老哥，现在拿水果跑走了，不知道去哪里。既然这座寺庙这么重要 ，Christine 是不会错过好好打扮的机会的。大姐熟悉地调整每一个角度与皱褶，这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她知道今天这件纱丽必须美丽。穿过这片金色雕花的走廊，上面铺满了康体的艺术、佛陀的一生以及斯里兰卡的历史。好像每得到了佛陀的祝福，正式进入佛牙寺的正殿。随着接近寺庙的中心，装饰也越来越华丽。正当我们目不转睛地欣赏这些雕刻的时候，寺庙的气氛正悄悄地变化着。当地的人们开始聚集，拿着鲜花、贡品，似乎正等待着什么发生。我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直到人们往同一个方向汇集，鼓声及海螺声响起。Leva 仪式正式揭开序幕，气氛正慢慢开始沸腾中。跟随着鼓的节奏，人们的步伐前往2楼，带着贡品以及带着信念，人们争相前往排队。大家都想亲眼见证那个至今仍然被佛牙寺保护着的重要物品。就在这个时刻，传说供奉佛陀牙齿的正殿会被短暂开放，那是一层又一层的黄金打造的。现在在次等摇滚区，感觉里面那个应该真的牙齿佛牙的，整个是黄金的呢，跟海盗的宝藏一样。还有超巨超大座，对，很大一座，上面放了金银财宝。现在我们在 Kandy。康体在我们旁边，这个就是佛牙寺。它其实不是供奉佛像的，它是供奉牙舍利，这就是和尚圆寂死后留下的牙齿。但那个牙齿其实平常大家是看不见的，大家都认为它供奉在这里。这个牙齿呢，代表的其实是信仰的中心，王权的象征。所以谁能拥有那个牙齿的话，就谁能统治。我也想要一颗那个牙齿。对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来说，这里是全国最神圣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当地人也会来这边参拜，很多人就在拿着花祭拜他们的佛牙舍利。这里的人都是穿白色的，
白色象征的纯洁。Christine 今天也是全身都是白色的，还有配上金色，代表尊贵、贵气。通常是在一些重要的仪式或是高级的宴会才会穿这个。今天当够了熟女，是时候小酌放松一下了，因为接下来的冒险你可能需要酒精的助力。我们现在坐在路边啊，想要挑战一下斯里兰卡的公车。这公车就是随便拦，好，我们也不知道坐到哪里去，随便。没有公车站。没有公车站，随便乱坐，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好像看到公车了，准备哦。它有时候是一边开，我们要一边上车的。什么叫一边开一边上车？等下来就知道了。哎，公车来了 ！Yes yes yes yes！ 快快快，预备准备上车，快快快！我走，马甲位马甲位，哎，这公车开超快！而且它没有。不快，都有个哇好。哎，很好玩哎！下车就是随时刚刚讲说要下车就下车，真的。离开我们。对啊，我知道啊。离开我们。离远。再靠一个。啊，你不是说你想体验？公车根本没停车就下车，看到没有？等下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对，等下这样子。有小哥在收钱，刚过去找他，他随便跟我喊个价钱，就说 OK 可以下车了。啊，多少钱？100块，10块钱。我接下来应该跟司机讲我们要下车了。好喽。来，我们下在一个看起来是有光的地方啊！我现在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刚就是随便说我们要下车，我们就下车。接到了没？接到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人的车子轮子掉下去了。是掉下去。然后突然拦下来叫我们帮忙。他往前冲出去以后，好像撞到东西，我们听他棒一声，这是斯里兰卡日常吗？啊，不管了，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饭店的早餐了。好，外面现在整个起雾，我们接下来的旅程海拔越来越高了，是在暗示我们接下来都会起雾吗？不会啦，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Noa area。那个地方就是充满了茶园，说不定还可以吃一个很厉害的英式下午茶。没错。你知道斯里兰卡以前叫做锡兰吗？没错，那你一定会马上就联想到大名鼎鼎的锡兰红茶。这个是他们第一阶段烘干茶的地方，这一个道啊会放2吨的茶。啊，你现在可以感受到风从下面吹掉了。这里主要是做红茶，看前面有一些碾碎啦、压碎啊、分类。最重要是后面这个步骤，就是他们会把各种不同的颗粒在那个筛子上面一边舀，把大的颗粒再回到前面的步骤再碾一遍。最后就会成为茶的粉末。他们说这些机器啊，已经超过70年了，基本上就是从英国统治的时代就已经留下来，至今还在使用。这个茶叶啊，从采收到真正做成可以喝的茶，只要1天的时间，24小时，对，超级有效。这个产业，难怪英国会想到这个地方。啊，当然来这边我们不免俗要尝一下这边的红茶，我觉得已经期待很久了。你看看我们现在桌上有什么？茶具，茶具们，你等下就来点个茶试试看。这个茶园工厂很开心，逛完以后他也会免费提供你试喝一些茶，试喝的品种他是不会满意的。我觉得要挑最贵的。对，我也想喝那个最贵的 White Tea 会最贵，因为它每10公斤到15公斤才能产出1公斤的茶。它是取那个茶叶中间那个芯，所以它是最稀有的那种。menu 上来的时候其实没有看见那个茶，所以我就额外问了一下服务生，我们要怎么样去喝到那个茶。他说他可以给我们喝1小杯，这个没有很小杯，额外的多要到了2杯最高级的茶。我喝的是深色的，是浓的，它是 golden 黄金，然后他喝的是中间的 medium silver 银色的。我刚喝的是 medium 碗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跟 straw 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它的味道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清淡的很多，跟我们喝到一般的茶不太一样。这个茶香味没有那么重，那我觉得它是可以一直喝的这种茶，不会让你有种心悸的感觉。是的啊，我以为它的味道会很浓，但
但是不管是闻起来还是尝起来，味道都是偏很淡。我以为会非常非常的重，要细细品味以后才能尝出一点点的茶味。我等一下想要试喝红茶，再试试看会不会有更浓的茶香。刚刚试喝过这个免费的红茶，茶味很重，这个才是我心目中的茶。我好像不适合喝太高级的东西。都不懂，其实它那个茶超赞这样。我们问了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淡？他说这2款是完全不含咖啡因，所以这是为什么味道那么淡。那我们喝的红茶，平常喝的这个一般的红茶是有比较多咖啡因。我比较穷困，喝不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没有咖啡因是最好的，可以一直常常喝。哦，对，他刚有说嘛，就可以耐喝嘛，可以一直喝。对。哦 ，OK。然后那个茶蛋糕怎么样？对啊，好吃，但是好甜哦。应该是上面那个。这个我就吃得懂。他们那个糖霜我超爱，好甜哦！然后那个蛋糕上面有那个茶叶，我觉得它是可以吃的。你吃进去了？没有，完全没有茶的味道，然后后面开始变得很涩很苦。兄弟们，我那个体验终于上来了。我刚想说那杯白茶这么贵，那个茶叶不能浪费，我就拿几个好吃。我跟你讲。那个茶的香味终于开始出来了，我终于开始体验了。你看，贵妇要消费，贵妇要消费，买东西喽！3盒4000块。有吃有逛有得买，甚至品尝了大名鼎鼎的锡兰红茶，那怎么能不来点英式茶点呢？现在来到 Grand Hotel。这个地方其实之前是被英国殖民过，所以英国女王很喜欢来这边。这个房间已经非常非常古老。但不好意思啦 ，Christine， 可能要麻烦你好好抓住最后享受的时光了。下一集斯里兰卡的下半场，我们的高山铁轨遭遇了前日大雨的侵袭，我们能不能顺利的搭上这班被誉为世界上最美路线之一的火车呢？接着，我们要感受斯里兰卡南方的野性力量。乘坐吉普车，我们要深入国家公园，看各种野生动物，以及寻找斯里兰卡特有亚种花豹的踪迹。